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俄烏戰事，在冬季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普丁開始進行了冬季大進補，尤其1月份，我們來看到他在土地上持續的推進猛攻，另外也祭出了鋯石狂轟基輔，戰場現在4/3的傷亡關鍵竟然跟中國大陸有關係。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一起來做關心。本來以為在進入到這邊俄烏的冬天這麼冷的一個天氣會讓戰線凍結，沒有想到在這個時候，俄羅斯則是選擇在零下-20度的這個酷寒當中全面的加壓，来自於媒體特別外媒做了一個報道，光是1月份，俄羅斯推進了481平方公里的土地，這個面積已經相當於1.78個台北市了。光是佔領速度來做相比，和去年12月的話，已經是達到了當初的2倍。俄軍目前實質控制烏克蘭的土地，已經大約是高達了2成左右。再來就是看到冬季的時候，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發動今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空襲，內容包括在空中目標發射了500多個空中目標，還祭出了鋯石極音速飛彈跟它的伊斯坎德彈道飛彈，400多架的這個攻擊型無人機。那烏克蘭則是宣稱說，他已經攔截下了400多個目標，攔截率好像很高，但是被發現27處最關鍵的設施仍然是遭到擊中了，包括現在在首都基輔、哈爾科夫等地都發生了大規模斷電的現象，敖德薩更是有5萬人因此陷入在黑暗當中。所以節目開始特別請教聶老師怎麼看了？1月份刚剛講了，俄羅斯的推進速度是去年12月達到2倍，代表戰術成功嗎？再來就是從去年11月川普拋出的28點和平方案，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是大面積的在搶土地，持續的推進，烏克蘭還可以指望美國嗎？老師怎麼看 ？OK， 我覺得這個也會使我想到這個小朋友啊，在這個玩那個好像那個翻快磚啊，在那邊猜這個剪刀石頭布，然後一下贏了，然後贏3退1，贏3退2，這樣諸如此類的。那有時候你也會看到媒體中發現烏克蘭會反擊，諸如此類，有沒有？不管用無人機有形無形啊，那你會發現啊，但是我們看到的大概橫觀來縱觀看之呢，這個當然俄軍不管怎麼說，他的這個我們講這軍事力量也當然是稍微這個後勤的力量等等，包括國家土地等等，可能會高於烏克蘭一些。因此你會發現在整個這個4年多的戰爭情勢之下，現在差不多4年了哈。戰爭情勢之下，當然我們講俄國呢，當然所佔領的高度是比較就被肯定的，可是他也沒有完全拿到這個完全之高度，因此打起來兩邊的死傷也都蠻慘的。不過你今天講到的是1月推進是速度翻倍。這個速度翻倍，實際上呢，感覺的確是他好像這個戰術呢越來越成功。可是這種感覺，其實在去年10月、11月、12月，什麼紅軍區啊等等都發生過，你知道嗎？也就是說，突然之間，俄國好像就一下就衝了3步。我剛剛講的，後來烏克蘭當然他們好像意志不服輸，也會反擊一下，他又會退一步。不過不管怎麼說，烏克蘭真的這個不管是這個家破人亡啊，死傷慘重，甚至整個經濟下滑，對於烏克蘭來講的確很傷。因此國際間，尤其像川普這個人，想拿諾貝爾和平獎的多少次的認為他可能搞定這個俄烏之間的和平。所以你剛剛講到的，去年11月底的時候，26號丟出了一個28點的烏克蘭和平計劃。各位你要曉得，這個烏克蘭28點是在他要跟這澤連斯基講要幫你談和平的時候，先打電話給了這個普丁嘛。我的意思是說，他其實是問普丁你到底想要什麼，然後我幫你完成，然後我要求烏克蘭來配合，結果沒有，因為這個答應普丁的太多了。除了當時最開始原始的所謂的北約這個加入北約或者武器東擴之外，裡面還附加了什麼？包括憲軍，不只是這個武器，還憲軍，包括北約永遠不能在那駐軍，還講到了。當然，不管未來說經濟以前的封鎖要慢慢解放之外，有2個最重要的，包括領土的爭議，包括我們講那個頓巴斯這個地方，盧甘斯克啊、頓內茨克等等，還不只是這個克里米亞，還有所謂的核電廠問題，這2個問題談不攏。這個2個問題是到最後，後來在1個月之後，當然這裡面有太多，大家也不滿川普，認為說，尤其歐洲這些國家，歐盟國家說，川普你定的這個調呢，好像是跟這個俄國斯通款曲之後的28條，我們覺得可能有失公平，就在1個月後定了一個20條嘛。我想大家還記得吧？叫做20點的這個美烏或者叫做烏克蘭的和平計劃。當然，川普也這個首肯，但是這裡面還是一句話：領土和核電廠東西無法承認，沒有辦法解決，他們戰爭繼續。那也就是說，
最後他們有些東西不能釋守的地方，他們還會繼續下去。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問題就是造成俄軍你沒有辦法給我要的。我當然覺得我現在呢所占的這個籌碼較高，我就必須繼續攻擊。我覺得我們的後勤呢的力量也比你強，所以他還會繼續的呢搶地搶籌碼。所以烏克蘭現在啊在談判這個地方啊，那我覺得他不是中了計，是因為他不願意讓步，也不願意把它當這是。你知道嗎？這是領導人所造成的嘛？這個不是每個這個人民都這樣，因為他就認為他要走他該走的敵對俄國的路，因此呢，俄國可能會繼續進攻。也就是當烏克蘭沒有到那種痛點到斷頭的時候，我覺得這樣的戰事還會再走一陣子。好，俄羅斯持續的推進，那現在也被視為說俄羅斯重點推進的武器。就是無人機。那無人機這件事情，現在也說是跟中國大陸是有關係的，因為分析機構在這個時候特別指出，俄烏戰場上，尤其在全球這個商用的無人機裡面，竟然有高達將近80%都是仰賴中國來做生產的，主導的是包括它的速度控制器、感測器、鏡頭、螺旋槳等等的關鍵零組件。金融時報也特別做披露哦。特別是在俄烏戰場，3/4的傷亡都是無人機造成的，而且俄軍跟烏軍他們都在等着中國大陸在無人機上面的一個生產線，在排隊拿貨。所以無人機接下來是俄羅斯的王牌嗎？中國大陸的角色又是什麼？尤其現在烏克蘭跟這個歐洲國家，他們自己也希望自己來自建生產線，真的能做到嗎？幹哥怎麼看？其實這個戰爭的態勢已經非常清楚了，你去看嘛，對不對？現在3/4的傷亡都是無人機造成的，不是傳統炸彈，也不是精靈炸彈，更不是巡弋飛彈，是無人機，好不好？在前線只有這種無人機，小而巧又靈活的東西，它還可以真正造成陣地的破壞。它沒有辦法佔領，因為它是無人的，但是它可以破壞你的有生力量。然後你要知道，誰是全世界最會造無人機的？中國。現在只是你知道商用的無人機的環節而已，那你還不知道軍用的無人機系統，對不對？那大家知道嗎？其實不管烏克蘭或是俄羅斯，他們都是由來自中國的零件來裝配，不見得是中國整批輸入的，是，但是零件都是從中國來的，兩方都一樣。他們講個笑話，無人機的那個他們的那個圈子裡面說一個笑話，就是說，當這個烏克蘭的代表團私下到中國的無人機的這個廠商那邊去參觀的時候，他是用分鐘來算時間，你知道嗎？為什麼？就是說這個前3分鐘我們到哪一站，後3分鐘我們到哪一站，中間簡報1分鐘啊，這個絕對不能夠破壞。為什麼你知道？因為後面還有人等着要看。後面是誰？後面就是俄羅斯的代表團。對，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同一個工廠裡面，前面是烏克蘭代表團，後面是俄羅斯代表團，已經搞到這個地步了。所以你就曉得說，其實說一句實在話，老實講一句，東西都來自中國。中國真的是供應鏈的大國。還有另外一個小故事，就是說，那個突然，那個烏克蘭在看到這個他們的畫面的時候，就看到中國提供的畫面的時候，他說：“我們發現你這個高畫質影像以前沒有，現在這個攝影機是從哪裡來的？現在好像是我們在俄羅斯的墜毀的無人機上面看到。”然後中國的那個廠商一定會跟他們講說：“哦，不，這不是我們的產品。”然後烏克蘭說：“再問一次，真的不是嗎？”然後那個中國廠商會說：“好了，我們也可以賣給你。”所以非常有趣，就是說，在無人機的市場裡面，其實虛虛假假，真真實實。你老實講一句，這就是商業，是啊。但是用在戰場上，我今天要特別講一句實話。如果俄羅斯沒有烏克蘭提供的，不就是那個中國提供的無人機的話，那根本這個仗打不下去。同樣，烏克蘭要是沒有這樣的無人機的零件供應，因為什麼？我跟你講，中國做最重要的部分，鏡頭，還有馬達，還有什麼？鏡頭、馬達，還有感測器啊，像這些東西都是中國做的，而且中國做的這些東西都比塞浦路斯做的要便宜2/3。也就是只要它1/3的價錢都可以做了。現在塞浦路斯有個工厂叫做群峰，你知道嗎？為什麼？因為它最近，它距離烏克蘭最近，它已經提供烏克蘭200架了，而且他們說他們提供的那個叫做 Poseidon 海神無人機，海神无人機非常好用，第一視角 FPV，它馬上怎麼樣？它可以到戰場上面
你這個兵怎麼跑，不管你跑到哪裡去，我都可以逮到你，就是海神無人機嘛。那海神无人机在塞浦路斯的這個工廠生產，老實講，現在連丹麥啊、沙烏地阿拉伯啊、印度啊，通通跟他們買。但我坦白告訴各位，真正的產能是在中國。那中國的產能在哪裡？不能告訴你，反正俄烏雙方都需要靠中國來支持。好，針對這一場空襲，剛剛說了用了非常多大量的無人機。那其實呢，澤倫斯基他也痛批他痛批這個普丁是違反了停火的協議。結果跳出來反駁的，本來以為是普丁，結果沒有想到是川普川普說了什麼？他說昨晚狠狠的打了他們，是什麼意思？他支持俄羅斯嗎？苑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好，我剛剛很抱歉，世明刚剛講的時候我都笑起來了因為這個其實講起來就大家意想不到，這個事情的發展的過程當中是澤連斯基呢跑去找川普那個就是說是這個訴苦啦就講說這個普丁沒有按照這個規定然後呢就是用打了這個發了將近500多架的無人機把我們打得很慘，我們做了很大的努力要博取他的同情結果川普呢就講說。普丁完全沒有違反規定，為什麼沒有違反呢？是因為講好停火到2月1號為止。那今天幾號了？大家心裡一算，哇，那個澤連斯基就完全不了解了那在這種情況下呢，他暴露出一個非常的問題，就是說那個川普這個人他沒什麼修養他除了笨跟壞以外，他沒修養，所以他根本就看到澤連斯基就像是個拖油瓶的一樣，想要賴到我們美國頭上來，門都沒有然後呢，另外呢，這個《金融時報》今天講了，我們有3階段的停火。我剛剛把這2件事連在一起就是說。這個3階段，《金融時報》講的3階段，第一個24小時內要是普丁違反，也就俄羅斯違反了停火規定的話呢，那麼就是外交的口頭警告，這個等於是沒用的了。口頭警告等於就是說誰都知道這個沒用。然後如果你持續發展下去的話呢，那麼就是由這個所謂的這個議院聯盟包含哪幾個國家？英國還可以了，大概到給你來派出1個人，挪威、冰島、土耳其。這算什麼東西呢？就不知道。然後呢，如果超過了72小時的那種情況下的話呢，就這裡面包含西方國家，其中特別強調包含美國在內就要干預了但是我跟前面一個消息大家講得清楚，至於說普丁或俄羅斯有沒有違反停火，是由川普一個人講了算大家有沒有聽懂這裡面？所以你這個他說沒有停火就沒有停火。現在川普本身的話呢，真的是希望俄烏衝突結束了，然後他騰下手來做別的事兒，就這麼簡單。所以你這個事情弄得就是澤連斯基沒有搞清楚我們有一句話叫熱臉貼到冷屁股就這種情況。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